大家見我平時玩 Insta 360，通常 weekend 先會開機。但呢2個月，我發現有一部 gadget 用得仲勤力過我用360相機，就係呢部極米 Vibe One 手提 projector。呢部小燈籠究竟係露營神器定係睡房一物？我整理咗16樣，實測2個月後，你買之前一定要知道嘅真實重點。入邊仲有幾個連官網都未必有講嘅伏位。第一，用佢嘅機會多唔多？好多人覺得買 projector 翻嚟都係封塵，但我呢部 Vibe One 用咗2個月，我可以話你知，我每晚都會用。只要我喺屋企瞓，臨瞓前我一定會開佢。以前我喺床度會拎住 iPad 睇片，但而家我係晚晚開住佢頭上牆嚟睇，揸住遙控撳2下就可以睇 YouTube， 唔使自己拎住 iPad 咁辛苦。最緊要係佢唔麻煩。着機熄機都好快，令你唔覺得開機嚟用係一件麻煩嘅事。第二，1080解像度夠唔夠用？大家睇 spec 成日追求 4K 解像度，但我自己睇開嘅 Netflix 同埋 Disney Plus Plan 都淨係得1080解像度，睇 YouTube 就更加少上到 4K。我用 projector 其實係追求嗰種大畫面同埋氣氛，雖然對比翻我用電視或者 iPad 睇，畫面一定冇咁 sharp， 但一般睇 YouTube 或者其他 streaming 平台對我嚟講，1080p 解像度夠用啦。第三，開燈睇唔睇到？呢一點大家一定要搞清楚。一般睡房燈開咗，其實係睇到嘅，但佢絕對唔可以代替你客廳部電視機。大家睇到啦，開咗大燈，畫面顏色會好淡，唔係睇得好清楚。但係如果你喺睡房較暗盞天花燈或者全黑環境，佢個對比度先會出翻嚟。所以佢個定位就係放喺睡房或者露營用，唔好諗住開晒燈咁用佢。香港代理俾咗一個官網專屬優惠碼我，只要經我片下邊資訊欄個專用連結去買，即刻入85折。有興趣可以睇下。第四，原生 Google TV 係咪真係好啲？我覺得係。Google TV 寫嘅界面寫得好好，好易 navigate。最緊要係遙控器上面啲掣同個畫面個界面好夾。上面仲有專屬嘅 YouTube 同埋 Netflix 掣，撳一下就可以直接入到個 app 度。你甚至乎可以撳住遙控器支咪掣 Ronaldo 去 search 你要睇嘅片，超級方便。第五，軟件系統順唔順暢？講翻啲細節，呢部機啱啱開機嗰陣係要啲時間熱身嘅。開機頭幾秒呢，你撳啲遙控器個掣可能未必一定有即時反應。要等佢撈一下，譬如入個 menu 都要等，跟住你見到撳掣咧係有延遲嘅。用冇插掣嘅電池模式，反應會再慢少少。你見到撈嘢都要撈得幾耐啊？應該係系統為咗續航力而減低咗啲效能。仲有啱啱開機或者每次由休眠醒翻，佢都要等一陣先識得連翻 WiFi。嗰度你真係要等下佢，做唔到一開機就即刻播片，要等佢慢慢 load，揾到 network 對埋焦先可以揀片睇。佢唔會好阻住你正常使用。我呢2個月差唔多每晚都用，我唔覺得有問題。第六，唔插電睇唔睇得晒一場戲？我實測過，而家冇插電嘅。開機開支投影，校翻高啲部機先，因為冇插電，佢自己將個光亮度校做 Eco Mode 啊，慳電模式。睇咗條1個鐘頭20分鐘嘅綜藝節目，就仲有34% 電，即係用 Eco 模式，用65% 電就可以大約睇80分鐘左右嘅片。然後我再揾多場差唔多2個鐘嘅戲去做測試，話仲有10%。而家睇咗2個鐘啦，啱啱睇完套戲啦。就係 low battery 啊，代表喺 Eco 模式滿電可以睇到2個鐘，自己諗下夠唔夠你用啦。如果用標準模式或者用效能模式就唔使諗，一定睇唔晒一套戲。個人認為喺睡房熄晒燈睇，用 Eco 模式嘅光亮度係啱啱好嘅。但如果你想打開燈睇咧，應該要用到標準模式，佢就未必睇到咁耐啦。第7，可唔可以用 power bank 去供電？呢個應該係想買佢去嚟露營嘅用家嘅痛點。佢個充電器唔係用呢啲標準嘅 USB-C 頭，而係用呢啲圓形嘅 DC 頭。雖然你可以自己揾翻 DC 嘅源頭轉去USB-C 嘅線，但我相信大部分用家都唔想嘥呢啲時間去咁做，所以你當佢唔可以用普通尿袋供電就得啦。要去 camp 可能要準備可以插到3腳頭嗰啲大電先得啦。第8，聲音效果好唔好？佢係用 JBL 喇叭，啲聲絕對唔空洞，唔係手提電腦嗰啲薄聲。睇戲嗰陣你係聽到啲聲係有厚度嘅。以呢部咁細嘅機內置喇叭嚟講，我個人係 enjoy 佢嘅音效嘅。第9，個內置風扇嘈唔嘈？睇你用咩模式。你瞓喺佢隔離，標準亮度嘅風扇聲係咁樣嘅，聽下。Eco 模式就仲靜，聽下。基本上都聽唔到啲咩聲。我放喺床頭櫃，喇叭聲完全冚過啲風扇聲。但係如果亮度較效能模式就真係嘈啦，聽下。我而家收一收啲聲俾大家聽下個分別。而家係標準模式。而家較係效能模式，大家聽到啦。如果放喺床頭櫃或者枕頭邊，我絕對唔建議打開效能模式，除非部機放得離開你耳仔好遠，咁就冇問題。第10，可唔可以裝到 app？ 佢內置原裝 Google Play Store， 你去佢個 App Store， 好似手機咁下載 app 就得噶啦。
例如我要裝呢個 File Manager， 撳 Install， 咁佢就會喺 Play Store 度做埋 Verification， 有埋 Play Protect。呢個 File Manager App 咧，我喺 Android 手機個 Play Store 都見到佢嘅。咁下邊有晒 App Screenshot 啊、Reviews Rating 嗰啲都有晒喺度。大家可能又會問啦，可唔可以裝到上網下載落嚟嗰啲 APK 檔案？我嘅立場係我自己就唔會搞，始終上網下載落嚟嗰啲安裝檔咧有啲風險。我呢部機 login 晒我嘅 Google account 同埋我啲 Netflix、Disney Plus 嘅 account， 我唔想為咗裝一兩個 app 而冒險令系統唔安全，用翻官方 store 最穩陣。第11，可唔可以連接藍牙配件？藍牙耳機好似我呢對 AirPods Pro 2係完全連到嘅。可以靜音咁睇戲，甚至乎我呢一隻 Logitech 嘅藍牙 mouse 都可以連到上去。喺 Google TV 界面仲可以用嚟控制，但注意唔係個個 app 都支援 mouse 控制，例如 YouTube 撳唔到嘅 ，Netflix 都撳唔到。但喺 Disney Plus 咧，竟然可以用 mouse 撳到，呢個點都幾有趣。第12，要揾位擺佢係咪好煩？我就冇乜遇到問題。我平時會放喺床頭櫃上邊，瞓喺床度睇，擺上茶幾喺客廳睇。最正係佢嘅機底有埋標準腳架螺絲窿，連咗腳架升高部機去投影落牆度都得。最緊要係手提機睇完戲可以摺起擺埋佢，好方便。第13，投影上天花板嗰陣角度有啲限制，雖然佢有個轉得嘅支架，如果你想完全垂直射上去天花板咧，其實係有啲限制嘅。佢係做唔到360度完全旋轉嘅，去到上面都會頂住。但只需要試多幾次擺喺唔同個位，射上天花板嚟睇，絕對冇問題。第14，做工好唔好？成部機基本上係用膠做嘅，拎上手好輕嘅。雖然膠感重，但我成日拎住個手柄喺屋企周圍走，放喺唔同位置投影，我又唔覺得有咩問題。反而因為佢輕，拎上手仲舒服。第15，冇得擺正打側投影有冇問題？佢識得做自動梯形校正，通常你一放低咧，佢就即刻幫你自己整好。整好啦，但細節位係，如果擺得唔太歪，畫面唔會縮到好細；擺得好歪嘅話，畫面就會縮細好多噶啦。熄晒燈會睇到個鏡頭射出嚟嘅大光影範圍，同埋縮細咗個投射畫面係有大分別嘅。同埋越係打側頭，遠啲嗰邊側邊嘅畫面咧係會朦啲嘅。第16，點樣射 iPhone 嘅畫面上去 ？iPhone 嘅用家就留意啦，因為佢行 Google TV 系統，原生係冇 Apple AirPlay 嘅。解決方法有兩個，第一，去 Play Store 揾翻個叫 AirScreen 嘅 app， 裝咗之後你可以喺 iPhone 用 AirPlay 射成個 screen 上去，用嗰陣會有輕微嘅延遲嘅。第二，用佢個內置 Chromecast 協議，某啲 app 係可以直接 AirPlay 到嘅。打開 iPhone 個 YouTube 或者其他支援 Chromecast 嘅 app 之後，撳呢個 icon， 之後揀 Projector TV。個畫面就會投咗上 projector 上面，咁你就可以用遙控器撳播放播片，而部 iPhone 咧就可以閂咗去，繼續做其他嘢啦。開箱同 set up 短片我就擺咗喺 IG， 下面資訊欄有佢個85折優惠鏈接。我會開始分享一啲唔係 Insta360嘅科技產品，有啲咩特別想睇就留言話我知。我係 Nick，下次見，拜拜。